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那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款不是新机，但是是我自己觉得这几年来最有趣的一个应用的一个玩法，就是这支小米 Mix 2S。那这一款手机呢，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它其实是一款4年前小米的旗舰机，在当时它其实它的规格是相当高的，它搭载 S845 处理器，5.99寸，然后18:9的一个萤幕。那在当时它的萤幕非常非常大，而且它还搭载了4G 的双卡双待，而且还是搭载当时非常非常先进的一个陶瓷机身另外它拍照也相当优异，在那个时间点，它的 DXO 分数高达101分。虽然说它的效能以目前的水准来看是不算高，但是呢，以规格完整性来讲，它是非常完整的。它甚至还有无线充电，几乎你现在所想到的旗舰机该有的东西它都有。那今天呢，为什么我要介绍这一款4年前的手机呢？最主要就是因为它除了可以跑一般的 Android 以外，它甚至还可以跑 Windows 11 ARM 版。大家没有听错，我也没有讲错，它真的可以跑 Windows 11。为什么它可以跑 Windows 11呢？相信有在注意阿达的频道的人都知道，Windows 11呢，它在推出之后呢，它其实有 X86 版本，也有 ARM 版。ARM 版呢，之前我在 Mac 的笔电上装给大家看过。其实ARM 版的 Windows 在 Windows 10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只是说它那个时候的资源度其实还不高有一项输入法有点问题，那应用程式也只有32位元那在部分的资源度上并没有那么好用。那 Windows 11呢，在推出之后，因为现在 Mac 都已经是在跑ARM 版了，那甚至说接下来有一些笔电可能也会用ARM 处理器来做笔电，所以变成说 Windows 11它在原生资源度上，它直接就出了一版ARM 版的 Windows 11，就是技术预览版，但是功能已经相当完整。那为什么呢？这只手机可以跑 Windows 11呢？其实就是因为在中国那边有一些神人他们去进行一个计划叫 Renegade。那这个计划呢，就是让像小米这种手机，还有像一加的7款机型都可以跑 Windows 11 ARM 版。那这个东西它其实最早是透过华硕有一款跑ARM 版的笔电，那个时候它是在 S835 的处理器上面可以跑ARM 版的 Windows。当然那个时候认真来说并不好用，所以在当时卖的并不好。现在回头来看，它不是成功了，但是它留下一个资产，就是高通在 Windows ARM 里面它可以跑驱动程式，那这些神人就把它抽出来，然后再去修改recovery， 然后去把它改成 UEFI 去导入，所以让它可以跑。就目前来讲就是 S845 的处理器，它是资源度最好的。目前的进度是 S855， 有部分机型也可以用，但是支援的效果最好的目前还是这支小米的 Mix 2S。所以如果你也想玩玩看的话，你可以去翻翻看，家里这支旧机还在不在？那接下来呢，阿达会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整个安装过程。但是在开始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先提示几个点。第一个点呢，这边所有的资源，因为它本来是在哔哩哔哩那边做分享，它原本分享的一个云端词典，台湾是没办法直接注册下载的。那我有透过朋友帮我下载下来，所以我会把它另外分享出来。另外一个就是说它需要一个 WIN 档，这个目前它只有简体中文版。你可以自行由 UUP-Dump 去下载繁中版，然后再用它的一个工具箱去抽繁体版。那个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提供他们官方那边的一个版本，因为那个版本其实是最稳定的。还有你需要准备一个 USB Hub 去外接键盘滑鼠，因为你中间在使用的时候可能会用到。这个过程非常的麻烦，除非你跟我一样那么闲不然的话就用手机玩 Windows。它真的只是有趣而已，它的整个过程是非常麻烦，而且刷机有风险，有可能会把手机刷坏掉，刷坏了我不负责。这整个过程呢，都是中国大陆那边的神人去做研发跟开源的，所以这个东西你不可以拿来做盈利，这一点也非常重要。那前头讲完之后呢，接下来为大家简单的讲说要怎么做。那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必须要有小米的 2S， 但是你要先去解锁它。那极客网友做一个教学，我会把教学呢放在那个影片的右上角，大家可以去点我也放在下方说明栏。如果你到这边就看不懂了，那接下来你只要图一乐听我讲怎么做因为你连这边都听不懂，认真来讲对你的难度真的很高。接下来的步骤呢，就是将你的电脑的那个语系要切换到简体中文，而且它最下方有一个操作的部分也要切成繁体中文，不然的话你在执行的时候会出现错误讯息，那你在刷机可能会刷挂掉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那将你的手机呢进入 Facebook 的这个状态。好，怎么进入 Facebook 呢？首先呢，先关机。那接下来关完机之后呢，先按住电源的下，再开启电源。这个时候就会进入 Facebook 的一个界面，去执行刷机包里面有一个 ADB 的这个驱动程式。好，这样子你才能够跟小米 2S 去做一个连线的动作。那连线完之后呢，在你改完繁体中文的环境下去执行一键刷机包，然后按1开始。它接下来会叫你输入空间，我个人是建议，如果你是8GB，然后是256GB 版本的话，你就切一半给它。像我就是切120。所有的那个动作在视窗里面都有说明，只要照着做就会成功。那做到一半呢，它会说要载入 WIM 档，这个时候就请大家载入已经做好的一个 WIM 档，就是简体中文版的。载入完之后就刷机完成了。好，那接下来我就直接开机给大家看，来给大家见证奇迹一下。好，接下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如何进入 Windows 11。好，首先按住音量上不放，那在这状态下呢，再按下电源键。好，可以看到这有一串小字，这样子就进入了 UEFI 界面。那这个 UEFI 呢，就是愿意给他们做的一个 UEFI， 你一定要这样子导入，它才能执行 Windows。那这个东西呢，它就是取代了你原本的一个 Recovery。好，我相信有的人会听不懂，那没有关系，因为这不是重点。重点就是说这样子，我们这样才能用引导的方式把那个 Windows 灌进去，然后才能来做一个开机的动作。其实它是在欺骗手机，就是它有一个类似像 BIOS 的东西，然后去载入驱动程式，然后去那个开机做系统。好，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已经进入 Windows 的界面了。然后一样，这边就可以输入那个我的 PIN 嘛，这边如果说你有接键盘滑鼠的话，会好用很多。所以接下来我会接上键盘滑鼠。好，接上之后呢，那一样输入密码。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我就进入了 Windows 11的界面。那因为它的解析度呢非常的高，所以所有的画面，不管图示文字都非常非常小，小到几乎是无法使用。你可以把它放大。如果我们有滑鼠的话，其实触控也是可以做得到的。这边选择，然后把这边的显示的那个，把它放大到175%。好，这样子是不是就好看很多？在这个界面下呢，它的大部分功能都是正常的。就不管是触控，像我们这样触控 OK， 然后 WiFi 是 OK 的，甚至于呢，它还支援4G 联网，蓝牙也是正常的。那也可以正常的调整萤幕的亮度，那所有的使用都是正常的，而且手势的操控也都可以用。大家熟知的 Windows 11的一个手势界面都是可以使用的。会看这边都是可以使用的，还可以移动位置。那另外呢，还可以上网。开脸书或 Gmail 都是正常。像一些比较难操作的东西像如果有管粉丝页就知道创作者工坊行动版的是非常非常鸟，不好用的。但是你用电脑版就可以完整的操作，就使用起来是相当方便，而且呢，网页滑动起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是非常顺畅的，有没有？开启也很快，这部分就相当好用。但是它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呢？就是它的喇叭是不能用的。但是呢，它又可以接有线的耳机，或者是蓝牙耳机或蓝牙喇叭，就能让它正常的发出音效。那接下来我会接上那个蓝牙喇叭给大家听看。好，开启一个蓝牙喇叭。接下来呢，我们来测试一下播放影片。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那今天呢，为大家开箱玩具那为大家开箱的是这一组原子小金刚的积木。那这个积木呢，讲起来有点故事就是说一开始呢，我是在声音播放正常。那接下来我们试一下 Netflix 播放。
播放正常。那接下来再试一下 Disney Plus，Disney Plus， 那我们选个影片来播播看。好，这样播放都全部正常。那接下来呢，就为大家测试一个可能很多人都想要知道的玩电动的能力。但是呢，因为这台机器认真来讲啊，它电动是跑得动啊，可是有很多的限制。第一个，它会非常热，像我现在这样子用哦，如果你是日常使用的话，比如上网啊、回信啊、听音乐啊、看网页啊，它就是温的。你如果玩电动呢，它就是烫的，而且是非常非常的烫。我会附上一张图，让大家知道它有多烫，并不好拿上手，所以大家可以买这种东西。就之前阿达介绍过的黑鲨的那种冰风扇这一类的东西，然后直接接在手机背面，然后去散热。认真来说啊，真的是搞刚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接上电源。那这个很厉害，就是说它在转的时候不是单纯散热而已，它这里真的会冰哦，摸起来真的是冰的，甚至冰到出水。在碾的时候，它甚至会，我会觉得这个手机温度好像变太低了。大概先这样子用给大家看。然后我们会执行几个游戏给大家测试看看。我现在外接的这个 Hub 呢，是之前阿达有介绍过一个募资的产品，它里面有内藏一个 SSD， 看看动资管理，还是有的还是没驱动，所以它有的东西执行起来是不正常的。那显卡就是这个高通的Adreno 630的 GPU， 相当的屌。处理器看一下。高通 S85， 然后1、2、3、4、5、6、7吧，就多通道，大家可以看一下，CPU 的工作环境，GPU 都正常，那它原生在执行软体的时候呢，就是原生执行，但是跑 Steam 啊，还有一些 X86 软体就转译的，所以有些游戏或软体在运行上。就有些问题，但是我现在测试的话，像输入法那些都是正常。那游戏有的人跑，有人不能跑。好，那接下来我就开始定，因为它的内存的那个容量啊，只有128而已。那你系统灌一灌呢，所剩就不多了。所以个人建议啊，如果说你真的要这样子折腾的话，还是把空间乖乖的灌在外接的容量会比较好一点。好，那一样是在这里，大家检查一下设定这边呢，我们就把它空间设在我们的外界适应点上面。好，下载。好，我现在预设就是外接槽。接下来呢，为大家简单测几个游戏。好，第一个呢，是《末日之战》。那执行下去呢，老实讲，效果意外的好。我看那个极客湾啊，他有教一些什么视窗法，跑起来是比较顺的。但是我没有用他的方法，没有修改任何解析度就直接玩。那我这台手机我有修改过最新版的驱动程式，所以现在跑游戏是非常非常顺的。那我有测过鲁大师呢，目前是18万分，因为中国大陆那边都用鲁大师测。3D Mark 我也有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有放截图。它的画面呢表现得相当的流畅，我个人是觉得不太 lag， 虽然大概只有20几帧，但是认真来说是能玩。另外我也测过几个游戏，快打旋风4 Benchmark 可以进去，但是游戏不能玩。那快打旋风5呢，每秒钟只有1帧，还有猎魔士3狂猎，每秒钟也只有1帧，都不是不能玩的境界。那恶灵古堡4呢，可以进入画面，但是呢，它的贴图有点问题。Achieved with CryEngine 3。所以简单来说啊，这个真的是图一乐而已。好，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孤岛危机，真的进来了。Here, take my backup. Dave, 3 to come out.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孤岛危机3，而且是用1080p 的解析度，我没有降解析度。虽然说极客化教视窗化，但是呢，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觉得这样子
它的画面就已经是我觉得可以接受的程度了。大家可以看这个流畅度，这个贴图，这个雨，有没有？看一下哦，这个画面，现在哪个手游是长这样子？这个画面吊打了市面上所有的手游，有没有？认真来说，它不能说顺，哦，但是这样子是可以玩的，只是要外接键盘滑鼠。但是这是我换过驱动程式后的效果，在换驱动程式之前，它也是跑不顺的。那另外一个是这个，就是古墓奇兵执行测试。那我把它的画面视窗化之后呢，它玩起来的效果也是意外的好，就是让我有点惊讶，就是说它竟然是玩得动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帧数，竟然这边有30帧，看到这画面是顺的哦。有没有觉得很魔幻？当然是不到30帧了，但是以这个的效果真的是不错。但是我现在是接那个键盘滑鼠环，如果没有用键盘滑鼠的话，你这边是玩不了的。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如果你很闲的话，你可以用放大镜把它放大。那我只是为了操作给大家看而已。玩起来表现其实认真来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还有另外就是说 GTA 5测试会闪退，那 CSGO 呢要进去的时候防作弊软体还没卡住，所以也进不去。那 PBGU 呢进不去，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玩游戏真的是在这个手机上可以做，但是是真的很折磨自己。你要准备个外接适应点，你要准备个风扇，你要准备个键盘滑鼠。认真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值得。除了这个以外呢，它其实基本的像 Office 那些东西都是可以跑的。那我这边有安装 Office， 那 Office 执行、开档案、编辑也都正常。如果说你是临时在外面要修改一个这种档案的话，也是可以做。但是认真来说手机就做得到，只是说电脑也许能做得更好。在它的效能部分呢，我自己暂时测试下来，它的5大师是跑18万分。跟我的电竞机i9 12900K，还有3090的那个显卡相比呢，那台是230万分，那这台是18万分，就真的只是图一乐而已。这一台我自己使用是觉得大概跟3-4年前的 i3 的机器是差不多的，但是它的流畅度认真来说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艳，不能说它非常顺，但是以845的手机来说我已经觉得相当的厉害了。好，看完阿达刚刚简单的一个测试跟分享之后，相信大家对这支 S845的手机应该有相当大的一个翻新吧。那我个人是期待这样子这支目前来讲真的是整活，吃饱没事干但是对我来说，它就是目前我能拿得出来就体积最小，然后可以随身带出门的一台笔电吧。我会再买一个蓝牙键盘滑鼠。也许就丢在车上，丢在包包里面带出门。真的逼不得已的时候，真的需要电脑的时候，我会拿它来当临时救急用。那我个人是希望说目前的那个 S888 跟 S8 Gen 1，它的效能已经是 S845的不知道几倍去了。我是很期待说高通如果厂商有看到的话，去认真的把后面那几款手机或不管是870啊、888、8 Gen 1的 Windows 11的那个驱动程式。都把它做一做，然后放出来，让这些大厂有机会直接将譬如说像那个小米平板或者说 Enjoy 平板就可以直接变成一个 Windows 11 on 版来做，那不是很好吗？那这样子使用性上，就讲难听一点，iPad 怎么跟它比？我认真来说，我是相当的期待那我也希望说，也许有哪个厂商愿意把 Enjoy 平板做个双系统Windows 我们自己去买序号 OK， 你使用者付费天经地义，你帮我把它装进去，让我们省点麻烦。我觉得这可能性真的很大，那相当好玩。如果你有这些手机，你可以试试看但是如果不会刷机，我建议你还是不要。我是电脑王阿达，如果喜欢这段影片呢，记得帮我按赞、订阅与开启小铃铛。那这个片子呢，需要所有资源我都会放在说明栏。你会的话，你可以研究看；不会的话，
建议你就看我的影片就好了。我们下次见，拜拜。